处理呢，暂时停职。停职？这个处分未免太过分了吧？你有更好的办法？我是主编，我同意了吗？夏老师同意了吗？停职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。那现在我们总不能跟印厂闹翻吧？那这么多的损失都要我们圆月社来付。那现在停职，这要放着别人早就让他走人了。如果处理是导致圆月社受损的人，不用你们说，我第一个撵他出去。问题是现在不是他的责任，为什么要让他出来背锅呢？杨总指示的，你自己看。处理停多久？回头再说吧。找人顶缸完了。哟，周超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副主编？哎，你脚底下那些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没东西啊。没事，我看明白了，是你掉下来的一地人渣。既然停职了，那现在我就可以把人带走啊。不准哭啊！不就是停个职吗？咱们就当回家休养休养。关键是期限未至，我感觉我要走人了。走人就走人，没事啊，我养你。不要你养我，我就是要自己好好工作，我就是要好好当编辑。哎呀，好，当编辑啊，当编辑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了。凭什么呀？太不公平了！我都从圆月社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圆月社来补偿损失？就是因为要跟那个什么印厂维持好关系吗？没事啊，我帮你一块想办法啊，咱不哭了。不哭了啊。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，先把饭吃了，回头我和你一起想办法。是我活该。如果当初我不只是打电话，而是去印厂再看一次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是我对不起索恒老师。做错事的是印厂的人，又不是你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编辑。你才接触过几个编辑，就知道我是最好的了。当初签我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种语气啊。初里，索恒老师为你发了一通声明，你快看看。先吃饭。不行，你快给我看看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个太过软弱、不懂争辩的人。这是第一次觉得有必要为别人说话。我的编辑初里，是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放弃我的人。是一有风吹草动就为我冲在第一线的人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作者甘愿牺牲自己的人。他不仅是我的编辑，更是我重要的朋友，所以，我恳请大家停止对他的攻击，因为你们不知道，他是个多仗义的傻子。没事儿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